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更新的是一款韩式的3-7分碳发。那首先在做碳发之前，我们还是一样，先把侧区、分区分好，然后把两侧修剪好，我们再去做碳发。那么分区和之前的发型还是一样，从我们的外眼角水平线分区分到我们的后侧区。那像它的头发呢，我们要去做一个边上做个服帖的一个处理哈，所以我们先把边上简单的长度修剪一下。好，那我们两侧分好之后，到我们的后侧区哈，后侧区同样也是一样，在顶点到黄金点位置啊，这个区域一定是要做预留啊，头型需要做一个立体感，切记不能分得太过于低了，分得太低，这个后脑勺的一个立体感，那么就没办法呈现出来啊。那我们还是一样，先从侧区做修剪，用一个6毫米的卡尺进行一个倒刮啊，先把长度确定好。那这个像在上集做服帖的时候有更新，具体我们做服帖的时候怎么去操作哈？那这次呢，我们就操作会比较快速啊。好，6毫米卡尺关闭还是一样，两个指位倒刮，先把长度先确定好。那么如果说有的那个在做现场，顾客不需要去做服帖，那我们在做6毫米的时候，尽可能的去刮得短一点啊，也是没问题的。好，那我们的推剪6毫米卡尺关闭的状态，倒刮完之后，还是一样用我们的鱼骨剪啊，先把长度先修剪连接高层次，耳后点连接，那像后侧我们可以能够看得到这个模特的发质哈。它里面是空的，那等一下我们要做服帖，要把它往下压下去，压贴住哈。我们可以特写看一下，那里面的头发是空的，对吧？它是不贴头皮。那么等一下做服帖要把它做贴住头皮一点啊。那么长度呢还是一样，不能剪得太短，我们想它长度留长一点。做这种韩式的烫发，我们定长度，先从我们的侧区先确定我们的长度。左边的头发全部梳到右边的位置，好，梳带过来，然后剪到哪个位置？我们的耳上点。记住，做韩式的烫发啊，长度一定是要在耳上点。如果说你的长度设定盖到耳朵，那么出来的不是纹理效果，就是卷，对吧？它呈现不出那个蓬松度。立体感，梳过来，大切口的方式，先把长度定一下，好，刘海区，同样是一样的。好，你看它的长度已经是刚刚好啊，不需要剪得特别的多。好，再把右侧的头发梳到左侧，后侧区的头发也是一样，往前走啊，往前带，往前梳过来。那在梳头发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太那个有那个张力哈，自然垂头皮那个角度就可以了，这样垂落。OK， 那我们左右两侧的长度设定好，那我们现在去把层次简单的修一下，从顶区啊，那现在顶区是一个三角形，那我们从顶区的位置拉起来，简单的把层次连接一下，剪圆形就可以了。
好，这个侧区的头发起拉起来，睡觉啊。像刘海区啊，刘海区特别是刘海区不需要向后直接修剪，那么会容易剪断起来。那我们一般剪到刘海区啊，剪到刘海区，选用一个什么纵向的一个裁剪手法啊，这是一个纵向的裁剪手法，先拉起来，好，层次连接。而你的那个刘海区层次，如果说连接不好，那么剪出来也是一样太堆积啊，没有层次。啊，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裁剪手法。好 ，OK， 那我们的长度就设计好。那现在我要去给它做一个区分。啊，它要做个3七分，对吧？我们那个，那你看现在这个是我们要探的一个形状，3七分，对不对？那24来去检查层次，看一下层次有没有长，对吧？长不长？如果说长的话，那我们在24调整一下，也可以根据我们现在所梳理这个形状，再把层次检查一下。那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要选择一个左右去角？左右去角剪个均等层次，因为现在你不确定这个头发到底是37还是46，对吧？还是哪边3哪边7，所以说我们的层次一定要先整个头的层次均等层次。那么我剪中分也可以，3七分也可以，是随意去调整，是不是？好，后脑勺，我们转到后脑勺来看一下。我们转到后面来看一下，你看现在，我们镜头特写看一下后面。好，我们看一下后侧区哈，后侧区你看把头旋的位置全部向后带，那这个点是最容易产生堆积的，那我们一定要去角，剪一个均等层次。你看是不是三角形中间有角？好，把这个角去掉。切记啊，我这个头发是要做烫发的，那我们的这个层次不需要剪的特别的多，一定要预留长度。等一下我们烫完之后，还需要去2次修剪，所以说我们的长度一定要预留好啊。好 ，OK， 那么这个长度就可以了。那现在我们要把头发的流向分好，自然吹干，再用干发的涂料水。好，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去涂药水。那涂药水之前有个小技巧，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刚发的一个形状3七分已经分好？那么如果说你在全头全部涂完药水，再来去做这个3七分，那么很难找到这个顾客也好，模特也好，他的一个3七分的一个线路。那我们在刚发的时候，把他的3七分先给他找到，可以按照他现在这个形状，对吧？3七分的形状，现在就是他现在梳的这个形状，就是我要烫的感觉。对不对？按照这个钢发去涂抹药水就好了。那在涂药水的时候呢，不能涂到头皮啊。那我们特写镜头看一下有没有涂到头皮的位置啊。好，看一下，对不对？可以涂到根部，但是不能碰到头皮的位置。你碰到头，而且根部的药水不能特别的多啊。你根部药水涂的特别多的话，它会卷干子的时候会容易什么压干。有没有发现用这个魔力干，有时候你们刚开始接触烫完之后，中间总是有一横，对不对？那叫什么？就是压干，就是药水太多的关系哈。真正根部的药水只要这样带一下就够了啊，不需要说涂的特别的多。那我们快速把药水先涂好。好，那现在我们药水涂完，我们讲一下。详细的讲一下这个分区哈，为什么要这么分？因为这个魔力干它和我们普通的干子不一样，普通的那种标准干它是比较好卷，
那这个也好卷也方便，但是你的分区分不好，那么接下来卷的时候就是容易打架啊，整个头因为排不了这么多杆子。那首先第一点，能够看得到我们刘海区为什么侧区3/7分的一个形状，这边是3，这边是7的位置，对不对？那我们先从刘海来看一下，看好刘海区为什么刘海区会选择这个角要往这边的时候要放一撮头发下来？看好我们这边的头发。我们想要的是不是玩家那种感觉，这样竖起来，好弯下去。那么首先这根头发，你看这一撮头发是不是这样竖起来的？那么要往下走，这根杆子是不是要往下排杆？对不对？能理解这个刘海区的排杆方式吗？用一个绿色的杆子啊，魔力杆呢它有4个号，绿色、橙色，还有一个红色，啊，有4个杆子。那我们这个头发呢想要自然一点，那我们就用一个绿色的杆子就可以了。来看好第一根绿色的杆子啊，我们在梳理这个头发的时候，看好这个怎么能够卷得紧啊。第一根杆子非常的重要，梳起来90度提高，发片不能分得太厚哈。把我们这个烫发纸这样粘一下，好，往上一提，杆子放在上面，好，叠下来。把这个尾巴锁进去啊，这个卷发的方式呢，其实还是和我们以前的那个标准杆啊，标准杆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是不是卷紧了？看好锁杆子，不能直接这样弯回去，要大拇指按住根部的位置拧一下。你看，这个时候为什么它能够紧？因为它有头皮做一个，有这个额头做一个支撑点，你看它是不会掉的，对不对？好，紧接着第2根杆子。那第2根杆子它就能够固定的紧了，因为有了第1根杆子做一个支撑点，对吧？它有了支撑点，所以说每一根杆子才不会掉。好，那么等一下我们特写一下，看一下这个卷的一个小细节。好，提拉一下，带点张力。啊，有的人可能会问了，哎，这种卷发的方式和我们的一个普通杆子区别在于哪里？你看这个。是不是非常的方便？我们又不需要去做一些那个套皮筋啊，对吧？还有防止它压杆等等，要做一些什么小棉签给它防止根部压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出来这个弹性啊，弹性非常的好。卷了，把尾巴卷进去。啊，这根有点黄了，这根我们再卷一下啊。这根尾巴没有卷得太好，尾巴一定要卷好啊，不能卷得松松的。那么出来的卷度、弹性不够 OK。好，杆子给 OK。好，把根部的头发这样稍微拉一下，对吧？防止这个全部给它压到了。好，我们以第一视角哈，第一视角来看一下，第一视角怎么卷的。那我们把摄像头转到第一视角。啊，现在它有药水在上面啊，我们这个烫发纸呢是非常的薄啊，你看，贴一下它立马就粘住了。粘住之后，杆子放进去，看啊，杆子放进去，把尾巴缠绕进去，转一下，提拉紧，这是不是提拉紧了？提拉紧了，开始转，2只手齐平，按平转，好 ，OK。杆子看到没有？杆子锁一下，按住尾巴的位置，按住这个根部的位置。那么在卷杆子的时候，你要均匀的去排杆啊，均匀的排杆，看这个头发的多少。所以说，你说顶区的头发卷多少根，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因为每个人的头发发量多少，是不是都有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保证每一根头发出来一个厚度一致就够了。好，杆子再来一根。那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卷到后面了。卷到后面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什么？把角度慢慢的转正。
去连接，那么我们才需要去做一个低角度。这你看，很快就到后面了。好，这个时候角度要降低了啊，角度不能再高了，再高叫什么？不连接，不连接有一个支撑点拱起来的，那我们要降低角度。那么当然，这个因为是它的头发长，那么我们采用这个最大号的绿色的杠子啊。如果说头发短，你还是用绿色，那肯定是不行了，对不对？那我们肯定要换一个杠子了，换一个橙色，对吧？那你看，把这个根部扳一下，做支撑点，一定要做支撑点哈，看到没有？做支撑点，做支撑点，它才不会容易掉下来。好，最后一根我们等一下再卷。那我们现在把7的位置卷好。那我们要卷7的位置。那我刚刚说了，7的位置，我这个区是不是想要这样往里面扣进去？往里面扣进去，那么在分区的时候，你的侧区看好，把刘海区单独的分一个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区就要走什么？走低角度做过渡衔接。啊，你看它侧区的头发一共就1个、2个、3个，3个杠子就完成了。咱们看一下，先把刘海区卷好。好，往前带哈，往这边带，不能往这边带。你往这边带，你要了解核心点。我们做烫发主要是烫这个区域，不是说烫这个位置。我们要把这个位置给它顶起来，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卷的时候，角度往中间靠拢，这边烫不烫是无所谓的啊。好，还是一样用绿色的杠子。看到没有？这个位置我们最主要就是烫这个位置，这个区域其实烫不烫无所谓，你把这个位置烫蓬松了，那么就不好看了。我们只需要是刘海区有一个弧度做支撑，看到没有？而且我们在卷杠子的时候，这个支撑点，它是有一个支撑点的。如果说你不做支撑点的话，它是锁不紧，容易掉啊。到侧区好。那低角度在卷的时候，看到没有？流向要微微的倾斜向后，斜向后的一个抬杠方式。因为我的刘海区，我的流向是不是这样向后走啊？等下我们卷出来，最后卷出来的时候再看效果。好，弯一下，你看是不是有个支撑点？这个位置靠住它，对，它就不会掉，是不是？好，药水不需要去涂的特别的多啊。好，低角度。那我们在卷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看我的杠子是不是很平整？你不能直接把它这样往里面扣进去，扣进去是圆圆的，会影响卷度啊。你看我们的杠子是非常的平整。好，那现在7的位置卷好，现在开始卷3的区域啊。3的区域药水如果说干了，那我们再给它涂一点，因为这个药水如果说干的话，我们得看那个烫发纸啊，烫发纸它是粘不住的话，我们卷起来就比较费劲啊，比较吃力。我们给它涂点药水，在涂的时候把底层也是一样，给它这样梳一下，是不是啊？区分开，底下是做服帖的。好，那么要说到这个3的位置呢？这个我们就要去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原理了哈。首先，3的位置它是最容易直的，因为3的区域特别的窄，是不是？如果说你选择用一根杠子这样全部卷完之后，它底部的位置可能会产生卷，但是靠根部的位置，靠最表面这一层它是很直的，它会很塌。那么我通常会选用分成为2层啊，分为2层来去做排杠。来，我们特写看一下，给分法片。先把上面这层卷好，那么同样也是一样，采用一个绿色的杠子。那么绿色的杠子的时候，看好我们上杠的方式，倾斜，看到没有？不是垂直啊，不是平卷，平卷卷出来发尾就是卷的了。
那我要走倾斜，那好，倾斜，你看我的头发的流向是不是这样斜往后？好，拉一下摘力，卷进去，角度提高一点。好，你看是不是一根卷好了？在下面最底层这一根。那最底层这一根呢，我们看一下头发的长度啊。头发的长度，我想要让它卷度明显的一点多一点，那我会选择用一个橙色的杠子啊，用一个橙色的杠子来啊，因为最底层的头发卷度多一点，它出来的纹理效果会更强烈。那我们用个橙色的杠子。好，同样也是一样，倾斜，看到没有？那么你也可以卷一个什么甩发尾啊，甩发尾的效果也可以的。一个杠子就给它全部卷完了，绿色的杠子。你看卷完之后又卷得很干净又快，对不对？所以说分区非常的重要哈。好，最后剩后脑勺一个杠子。那卷完之后呢，我们要去给它涂一点服帖啊。好，我们去服帖准备一下，大家简单的涂一下。好，可以了。从左边看一下侧区，你看一共就几个杠子，是不是从耳后点开始分的？耳后点开始分的，这是侧区，这是后侧区，对不对？这是后脑勺最底下一根杠子，所以说侧区只有1、2、3、4根杠子就结束了。因为侧区的头发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衔接最底层，对不对？而且这边的，而且周围这一圈的角度一定是低角度，千万不能高角度。高角度卷起来就是什么？它是有蓬松度，会拱起来，那就不好看了。我们底下一定是什么？连接自然向下的。是不是？你看最后面一根，然后到我们的3的位置一根。那么3的位置，这个是根据每一个人那个设计理念。我想让它卷度多一点，那我就卷2根；我想要让它自然一个微分，那我就一根杠子全部向下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具体的一个排杠。好，那涂服帖呢这个细节我就不用过多的展示哈，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视频里面讲的都是那个服帖的一个技巧啊，所以说这个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就够了。好，那我们这个要做一个加热哈。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加热呢？比方说这个头发特别的粗硬，加热的目的只是为了快速软化，对不对？如果说你不加热，它也可以出卷，但是时间相对来说久一点。有可能我加热15分钟，对吧？那我这个头发已经出勤了、出卷了。如果说你不加热，可能要等20分钟甚至25分钟，对不对？所以说加热这个只是起到一个快速软化的作用。好，那我们加个15分钟啊，15分钟。好，那我们的时间加热加了15分钟啊，已经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定型，冷了之后就开始去定型。底下的服帖先不要去管啊。底下的服帖，我们等一下先把上面的头发定型好之后，有一个小细节关于刘海的，啊，刘海区我们等一下再去处理。之后你看我们的刘海区哈，刘海区这个3和7的位置，我们可以用那个服帖来我们特写给它涂一下，对吧？给它往上涂一下，那么它出来的效果呢，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力啊，所以我们给它这样去涂一下会更好，不需要涂的特别的多。然后这个定个5分钟左右，我们就全头拆掉，然后把发尾这个定型剂带一下，因为这个杠子里面是实心的，对吧？里面是实心，它的尾巴是渗透不进去的啊。我们现在主要是定根部，根部有那个支撑力蓬松，碰不到尾巴，我们再给它定一下。好，那我现在开始边上做定型。那在做定型之前，你看头发太干了，那我们给它用一点水，把它这样刮一下，先把这个服帖剂刮理下来。你看2个项目同时操作，对吧？
边上做服帖，上面做韩式烫发，不用这样去分开，节省时间。那这个服帖剂定型的时候哈，还是一样，先把那个定型剂拍打到头发上面，先不要着急去梳哈，直接梳它是会发热发烫，而且扯的头皮也痛，发尾就不会毛躁，像那种烧焦的感觉。洗完哈，那我们把它吹干哈，在湿发的时候找线路，你的干发吹干的时候就不好找线路了。你看这个刘海对不对？湿发的时候这种弧度是不是就出来了 ？S 型的弧度。鬓发轮廓线小细节先处理好之后，我们才能来修顶区的位置。这样第一步6毫米哈，先用6毫米倒刮，把这个毛毛躁躁的头发先给它刮顺一点啊。好，倒刮完之后修轮廓线，它的鬓发呢，我们修点尖锥形的感觉啊。把烫过的头发顶区调整一下，吹自然干，然后用什么？用我们的打薄剪，去发量15%的。特别是你大风吹完之后，这个卷度如果说它减少了，喷点水还原一下它这个卷度。吹风的一个小技巧。那现在我们来还原一下我们烫好之后的头发该怎么去做修剪。是吧？那特别是像后面，来我们镜头特写到后面。好，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头发已经是烫好了，像这个后侧你看到没有，厚厚的一大块。那么这种问题该怎么去解决？首先上面的头发你不要去管，我们只需要把底下这一层，好，看好底下这一层梳起来，15的打薄剪去发量要柔和在一起啊。因为这个区域的头发我们没有烫之前的时候，我们剪的不是特别的多，预留的长度那就是预留到我们来烫完之后的一个修剪，是吧？你看这样剪一下，是不是就很柔和了？和我们的一个外轮廓就进行连接。好，梳下来，发片向后走。好，再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厚重，厚重的再过一下。好，这边也是一样，你看这边对不对？这边这个角，你看这个角是不是就很生硬？这个角需要过度向后走。我们这个卷度，你看后面的卷度刚刚好，顺应，对不对？
饱满堆积。好，立体感还差一点点，我们用打薄剪把堆积点修剪一点出来，那我们的长度就差不多了。你看现在是不是显得不会那么厚重，对不对？然后侧曲头发也是一样啊，来侧曲，你看我们侧曲同样也是一样。如果说卷出来太卷，鼓起来，那我们在卷的时候也是一样，修剪，烫完修剪，上面不要管，不要动，把底层位置柔和一下发尾，要和我的外轮廓进行衔接。你看我们这个卷头，你看对不对？来，我们再讲一下我们这个分区现在出来的一个效果，为什么吹烤之后它们能够呈现蓬松度啊？来，我们现在刘海去特写一下我们刚刚所卷那个杠子的一个排杠方案。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刘海区，你看没有？这个刘海，你看这个角是不是？你看是不是自己向后走了？然后它为什么到这边的时候就会往里面扣？我们在卷的时候是不是分了一个倾斜？是不是？这边是不是分了一个倾斜的杠子？那倾斜的杠子，一个是刘海区、侧区连接。后侧区连接，顶区做什么？蓬松纹理效果。你看给它，你看吹干之后，它自己会立起来，往里面扣进去，是不是啊？那你看这种顾客在家里面吹好之后，那我们在吹的时候，教他怎么去吹，手这么拿，看好，手握进去，弯一下，好，吹风机加热，热风冷风，对不对？那么这种 S 型的纹理效果会更明显，对吧？那你看可以韩式的这种，也可以。弄一小撮过来，像玩家那个感觉也是非常不错。那你看这个侧区的头发373的位置，3的位置我们也可以选择全部向后贴，是不是？你看，这样向后贴也没问题。好，搭下来，但是你看搭下来它这个层次，你看对不对？这个区你看蓬松度有没有？它就不会塌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侧区刘海区这一层我们要分2个区来卷，一个是底部需要卷，上面这一层。需要蓬松，你看是不是？它出来一个 S 型的一个纹理效果就向后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打点发蜡啊，打点发蜡啊。好，那我们打造型的话，还是用一个菲林的3.0啊，3.0这个针对韩式是非常有用的。那你看啊，刘海我们在打造型的时候，很多人吹好之后造型感觉还可以，对不对？但是打完东西就感觉形状就乱掉了。那看表面。搓一下就好了，刘海区往上涂完之后，你看没有？这刘海这样一拉，是不是就可以了？你别给它随便，本来它的造型已经探出形状了，你就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把它的形状破坏，对不对？只需要表面这样去抹点发蜡，增加一点光泽度。好，我们整理一下这个刘海，你看这个角，特别是这个角，我们在做的不是烫完加热完之后，我们做了一个服帖，简单的过了一下，你看这个角立马就竖起来了。两边往下压，让它光泽度，上面的头发留向后提拉一点，后脑勺的堆积点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刘海我们可以打2种感觉，一个是就比较偏韩式的感觉，对不对？就这样往里面扣。那你想要痞帅一点、雅痞一点的风格，弄一小撮，这样一弯，是不是整体的风格就感觉呈现不一样了？这种韩式的发型一定是。形比卷更重要，特别是后脑勺这一块。等下我们看一下后面的一个效果，形比卷更重要。如果说头发烫得太卷了，那么这个形状出不来，对不对？我们只需要把形状烫出来之后，简单的吹一下，造型笔一抓，你看马上感觉就成型了。你给它烫得太卷，又回到几年前我们烫的那种定位烫，对不对？那就没有什么意义，是不是？你看边上做完服帖之后，这个非常的自然，是不是？尖锥形成小鬓角。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整体的效果哈，这个鬓发的一个服帖，以及我们侧区的3/7分的烫发，这个刘海也可以打很有种感觉。那以及我们后面的一个饱满度，我们转到后面来看一下。